说到斯诺克历史上最恨的男人，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飓风阿里克斯·希金斯，因为当年飓风行走江湖时，一般人哪敢用正眼看他，一言不合连裁判都要挨揍，球员们就更不用说了。当然，以上提到的只是针对一般人，今天提到的这位英雄有点不一般，他很二般。大家好，我是大圣，今天咱们继续带给大家斯诺克历史之最系列，斯诺克历史上最恨的男人。时间回到36年以前，1986年的伦敦经典赛，加拿大的传奇英雄克里夫桑本跟二哥吉米怀特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双挺决胜局。1985年的世锦赛决赛，丹尼斯泰勒在那场万人空巷的世纪之战中获得了冠军，得到的奖金也不过只有6万镑，而这场决赛的冠军将获得4万5千镑，在当年是仅次于世锦赛的一项大型赛事。今天咱们故事的主角就是现在正在击球的这位加拿大一哥克里夫桑本。他跟飓风的恩怨，咱们还得推到1980年的世锦赛决赛。当年的克里夫桑本战胜了飓风，获得了世锦赛的冠军，并且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夺冠之夜，二人在酒吧相遇。飓风认为克里夫桑本夺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冠军，心生妒意，对克里夫桑本破口大骂。也许是飓风不太了解加拿大的历史，能去北美洲开荒圈地的都是些什么人？他要是了解一些，今天也许就不会这么冲动了。克里夫桑本可不像飓风这么嘴碎，能动手的绝不动口，上去只一拳便将飓风 KO 在地，并且撂下狠话。你们伦敦的那些乡下话我听不懂，但是 fuck 我还是听得出来。3天以后你要是能醒得过来，我就在这儿等你。而当时二哥吉米怀特就在现场。对于这一桥段不太了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大神之前发的视频，飓风的传记电影《粉红三脚架》当中有详细的描述。接下来咱们就回到比赛当中。这场决赛在斯诺克历史当中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场决赛，最后的结局有点出乎意料。Well, Cliff Thorburn certainly going for his shots here. Admire the courage of this man. And he's got the look of a young man who's really been going through it for the last. 当年的二哥吉米怀特有着雕塑一般的面庞，很多球迷问我，他为什么叫二哥？是不是因为拿过6届世锦赛的亚军？有一定的原因，但是不是全部。真正的原因是当年斯诺克泰坛有一位大哥叫飓风。而吉米怀特是他的小迷弟，所以他叫二哥。克里夫桑本打丢了这颗非常关键的黑球，现在二哥吉米怀特迎来了一线生机。落后49，桌面还有59，二哥还有机会。6. Well, Jimmy's heart will now be pounding. He'll be realizing that this is his final chance to win this title. A tremendous amount of work to be done. Yellow and pink. 现场的导播也标出了2颗铁库的彩球，这2颗彩球很有可能会影响比赛最后的结果。22. If Jimmy could get on the blue just at the right angle, so if he could take the cue ball to the baulk cushion and come up and nudge the yellow out, he might be in here with a chance. That's obviously what he's got in mind. 二哥现在白球的位置跟刚才导播预留的 K 球位置几乎一模一样。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完美的 K 球。And now Cliff Thorburns turn to just sit and watch.
但是这颗关键的黄球，二哥却打丢了。Cliff Thorburn 21 points in front. Needs yellow and green to make Jimmy White require a snooker. Well, it shouldn't have dropped behind the green much better than that, but this is a nasty little shot into the middle pocket. He doesn't have to bother about. 接下来面对这颗难度并不算太大的中带，克里夫桑本只要推进就可以完成超分。Now this is a nasty little pot. The pocket is not very big from that angle. 但是在巨大的压力下，桑本打爆了。In fact, missed that by quite a long way. 现在桑本领先了23分，而桌面仅剩25，只需要打进绿球就可以超分。Jimmy flash in balls like this without thinking twice. And Cliff Thorburn there hardly daring to watch. How very near to victory he is at this moment. Well, the pink being tight on the cushion very much in Cliff Thorburn's favour. You won't want that to be disturbed. 但是在比赛的关键时刻，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克里夫桑本打出了一套睡梦罗汉拳。当年英镑对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1比18.3，45000镑相当于80万人民币。在当年还是万元户的时代，80万人民币，你懂的。就这样，克里夫桑本戏剧性地完成了超分。但是故事如果就这样结束，又怎么能成为经典？面对这颗咖啡，克里夫桑本还想依葫芦画瓢再来一次。如果这样都还能进的话，可能二哥当场就要被抬走了。现在克里夫桑本领先了26，桌面还有22，已经超了4分。此时的二哥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咖啡跟篮球全部打进，仅留下一颗黑球来做障碍。在少了2颗障碍球之后，想要做成斯诺克难度大大增加。自古华山一条路，我跟你拼了！这杆斯诺克的力道大了一些，看着二哥落寞的背影，是不是跟94年的那一次很相像？克里夫桑本迎来了绝杀比赛的机会。打后了一点，克里夫桑本再一次完美的错过，但是桑本又何曾想到，这一次错过竟是永远。白球完美的力道控制停在了黑球的后面，把它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千万不要告诉他。这下轮到桑本有些抓狂了，他们2次绝佳的机会，我咋就没抓住？二哥现在心情看上去好了不少。大哥经常问我什么时候能报一箭之仇，我想给大哥说的是，就在今天。白球擦肩而过，上帝是公平的，每个人都给了机会，成功与失败就在一念之间。Jimmy, one good shot away from the title. A precious shot. 现在轮到考验二哥吉米怀特的心脏的时候了，全场观众鸦雀无声。一招当剑式随心而发，粉红色的回忆应声落袋。要知道有多少英雄豪杰倒在了粉红色的石榴裙下。
没有给白球考虑的时间，二哥再次张弓搭箭，完成了超级逆转。这也是二哥的人生最高光时刻。本来今天的主角是克里夫桑本，咋就又变成了二哥？要怪就只能怪大圣实在太爱飓风跟二哥，明明是心生妒忌被狠人 KO， 却让大圣生生把剧本改成大仇得报。正所谓修和无人见，纯心有天知。家事国事天下事，莫不如此。今日大圣为了自己的一己思念，动了一点小小的歪心思，实在是罪过罪过。回顾大师高光时刻，关注大圣装修频道，经典永流传。谢谢您的观看，我是大圣。